大家好，上一期我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在澳洲买房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。这一期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在澳洲租房和出租房的一些情况。当前澳洲租房市场处于房东市场，房源极少，租客竞争激烈，租金不断上涨。虽然租金涨势出现了放缓，但供应根本就不足，所以租金仍然在一个很高的位置。想看租赁市场是属于房东市场还是租客市场，就要看空置率。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空置率的概念。空置率是指在某个时间段内有多少出租房是空着的，没人租的。如果某个城市有1000套房出租，其中有20套空着没人租，那空置率就是20除以1000乘以100%，空置率就是2%。让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悉尼的住宅空置率约为 1.5%， 墨尔本 1.7%， 布里斯班 0.9%。 从上面这些数据来看，空置率低于 2%， 就意味着租房市场非常的紧张，目前属于房东市场。澳洲租金是按周来算，每年租金用每周的租金乘以52周就可以了。澳洲各大城市的平均周租金，4房独立别墅平均在600至1200每周，市中心2房公寓700至1200每周。这只是平均租金，不同的区域和房型以及房屋的情况景观不同，价格也不同。空置率低，租客竞争激烈，经常会有很多主人来看房。租赁中介会需要租客提供申请表和一些支持的文件，包括身份证明，比如护照、驾照、收入证明、最近几个月的工资单、税务记录。如果是留学生，可以提供父母的银行存款证明或者父母的担保信。居住历史，如上一套租金付款的记录，房东的推荐信，这一点尤其的重要。一般中介会避免租给有黑历史的租客。银行账单或存款证明，通常是要求近3个月的账单证明，这样可以证明你有能力支付租金。中介会将所有申请人做一个对比后，与房东沟通，由房东选择租客。一些热门的区域，像大学区、就业机会多的区域，申请的人特别多，有时候一套房可能有10到20主人来看，并且至少有5到10主人竞争一套房。所以现在不是你选房，而是房东选你。这是一个主人套间，这里是洗手间，这里它有2个柜子。虽然现在的租房是一房难求，是房东市场，但澳洲政府对租客的保护政策还是很多的，包括安全宜居的居住环境、隐私权、租金和押金、维修和维护。多数的州和领地都有明确规定，要求房东定期对某些设备进行检查或者维护，以确保租户的安全，包括烟雾警报器、电器安全检查、燃气安全检查、通风设备以及一氧化碳检测。这些是每年或每2年常见的强制检查项目，所有费用全部由房东支付。这就是非常著名的 Burwood Brickworks 购物中心，对面那4期全部都已经入住了。这是一个1房1卫的套房，
寻找房源可以上 realestate.com 和 Domain 的网站。当租客去看房时，最好把所有的材料提前准备好，一旦看中，马上递交申请，这样才能节省时间，并可以尽快得到房东的同意。租客除了交租金，还需要交水电煤网络的使用部分。有一些分租房租金内含所有费用，这种是比较省心，但你会感到随时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，并时时提醒你要节省水电煤。我曾听到多个留学生抱怨他们住的分租房的房东每天都在责备他们，为什么洗碗要开这么大的水龙头，为什么人不在房里还要开着灯，为什么总要煲汤等等，这让他们感到非常的不舒服，合约时间一到就赶紧搬离，宁愿花多一点钱也要自己住，或者找朋友同学一起住。这是这个社区的会所，只有业主刷卡才可以使用，不过一定要提前预约，特别是会议室、餐区，包括烧烤炉，这些设施的费用都包括在了管理费里。现在我们来了解出租房的情况。买房出租，让租客帮自己养房，享受资本增值的快乐，这是许多投资者的美好愿望。在澳洲，确实有部分人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据统计，约有 79% 的家庭拥有一套住宅， 14% 有2套， 6到7% 拥有3套，不到 1% 拥有4套以及以上的住宅。这证明约有 21% 的家庭有投资房。为什么市中心和内城区2房1卫的公寓租金在700到1200澳币每周，而郊区4房带花园的别墅则价格也仅仅是500到1200澳币每周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澳洲很多大学主要校区设在市中心，有些学校只有少量的学生公寓，但相对于自己在外面租公寓，环境和设施差距比较大，价格还很贵。加上市中心聚集着大量的办公楼，特别是悉尼和墨尔本这2座城市，很多外国企业总部或者办事处都设在市中心，所以除了留学生，还有金领和白领一起竞争这些公寓。他们喜欢带家具，或者至少有带洗衣机和冰箱。用当前的供给与需求估算，悉尼2025年到2029年公寓的交付量平均为12200套，远远低于3万套对总住房的需求。而墨尔本25年到29年公寓交付量平均在9300套，对住房存量需求可能平均为38000套。所以市中心的租房需求仍然是非常的强劲。除了市中心，一些新的就业区也是一房难求。澳洲本地人，特别是年轻一代，租房比例已创历史新高。根据人口普查调查，66%的家庭是有自己的自住房，约有 31% 的家庭处于租房状态。相比于中国 90% 有自住房， 10% 是租房，这个数字，大家觉得在澳洲租房市场是不是很可观？所以除了以上我们提到市中心，市郊的住宅小区也是一个很大的租房需求。有一组数据，市中心的租房需求约为 40% 到 45%，而市郊以及中心以外的租房需求约为 55% 到 60%。 市中心的流动人口非常的大，市郊以外的房子多数是带土地的独立别墅和联排别墅，有带花园，有停车位或者车库，
多数是有孩子的家庭更喜欢这类房子。大部分的租客有自己的家具，所以当他们要租房时，他们更希望不带任何家私的房子。租客都喜欢找生活设施完善、就业机会多、有好的学校、交通方便的房子。但如果这些房子都具备这些条件，我们买房时价格一定不便宜，这样会导致租金回报率不高，养起房来很费劲。所以在选择投资房的时候，可以多看就业机会多的区域，因为澳洲人经常换工作，他们会找工作单位附近的房子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很多澳洲人选择租自己喜欢或者方便的地方来住，买自己买得起的房子出租。我有位华人朋友，两夫妻30岁，两人的年薪20万澳币。他们喜欢住在华人区，因为那里餐厅多，亚超多，华人朋友多。但如果要买房，没有200万澳币的预算，根本买不到满意的房子。但他们又想拥有自己的房子，于是他们在华人区租了一栋3房的联排别墅，在距离市中心30公里的地方，贷款买了一套70万的独立别墅。因为是就业区，房子不到2周就租出去了。每个月房客替他们还贷款，每年他们还能用这套房抵扣了一部分税回来。因为买的是新房，他们也不用太费心。有投资房的房东需要交的费用包括市政费、排污费、保险费、租赁中介管理费、收入税。如果是公寓，还需要交物业费。在澳洲做房东相对省心，出租房子、收租金、交各项费用、处理租客问题，以上这些工作都由中介去操作。所以很多海外的买主买了房子5年内都还没去看过房子，但租金每个月都能按时打进银行账户。所以找到一个负责任的中介是非常的重要。除了长租，有一些房主会拿房子出来做民宿。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自己打理，另一种是交给管理公司统一安排。据说管理费是10%到30%不等。除了住宅物业，其实在澳洲还有一种物业是极少人会投资，那就是商业物业，包括办公室、店面和仓库。在澳洲，商业物业租赁与住宅租赁有很大区别，包括所有的费用都由租户承担，我们称为净租赁，也就是除了租金，租户还需要支付物业管理费、地税、水电费、保险等等。而不像住宅物业，这些费用都是由房东来交，所以这类物业非常的省心，租金收入几乎是净收入。第二是租金含 GST， 也就是税。商业租金需要加 10% 的商品服务税，也是由租户来支付。第三，维修责任由租户承担，租户通常负责日常的维护和小型维修。如果是长期租约，大的维修费由房东负责。第四是租期，商业租约一般为3到5年，也可以有带续租的选项，3+3+3年，或者5+5年，可以签每年增长租金比例，一般是根据该区的租金来计算。如果租户途中反悔不租了，租户是要交租金，直到中介帮房东找到新的租客为止。这类物业需要签署正式的商业租赁合同，管理的中介也是专业的商业租赁公司负责的。以上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在澳洲租房和出租房的一些情况，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发表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